这是我见过最和谐的一家，无论大小事务，一家人都是相互帮助，合力完成，妥妥的诠释什么叫家和万事兴。农忙季节，脱粒工作进行着，运回农场有亲朋好友的帮忙，随后拿下旁边的黄角胡蜂，大家吃上了丰盛的一餐。这几天杰哥一家人忙着收稻谷，收完农场里的一部分，大家一起抬着脱粒机赶往距离较远的稻田。上次收割的水稻暂时堆放到一起，今天总算可以将这些水稻脱粒后运回去。不过在脱粒的时候，稻草也会卡住机器，好在杰哥反应及时。这几天有雨，堆放的水稻要抓紧脱粒运回去。清理完稻草，好在机子还能正常工作。粒粒皆辛苦，三个人边扒开稻草，边检查颗粒。在农忙收获季节，乡亲们都会互相帮忙，大家分工合作。缝袋子也是一门技术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伙已经将这堆水稻脱粒完成。由于经常来田间看水稻，杰哥早就发现这里有窝黄角胡蜂，但目前还不能行动，得把这些装满的袋子扛到车上。这东西还挺沉的，直接甩到肩上的都是大佬。女人们也很能干，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的，没办法。尽管这是山路18弯，但山路能容纳一辆摩托车通过。男人们每人分2袋，各装到车上，捆绑好以后，杰哥开路在前。回去的路还是十分危险。等他们返回到田间的时候，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。有亲朋好友帮忙运脱粒机上路，杰哥也就放心准备开始掏蜂窝。等大伙走远，巧巧过来帮杰哥穿上防护服。对于掏蜂窝这件事，娴熟的动作已经显露出他是个惯犯。这窝黄角胡蜂体量还可以，全部拿下够大家吃上一顿。不小心扒开了根藤，这黄角直接干上来，战力非常勇猛。先不慌，轻轻把外壳给抠掉，毕竟有防护服在，100%物理减伤。疯子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接着杰哥将支撑的树枝都砍掉，拿起来蜂巢，他直接往回走。话说这蜂巢大小到底是不是为人类设计的？大小拿在手上十分顺手，也许那根毒刺也是专门给人类设计的。在回去之前，每块蜂巢还得进行分离，一来将一些大蜂赶出来，二来拿回去对孩子也比较安全。等杰哥走上车路时，大家还在这里静静等待，简单将蜂巢拿出来存放。杰哥负责运自己的脱粒机，他们要去下一块稻田。
巧巧负责带上俩孩子，毕竟家里还需要人回去做晚饭。巧巧随即带着俩孩子回到农场。回来以后，小月和可心帮忙揪蜂蛹出来。杰哥已经检查好了蜂巢，没有大风，非常安全。之前小月还差点被胡蜂蛰到，提前做足工作非常重要。随后巧巧开始生火来烧水，家里并没有什么好的食材，好在上次买了些鸭子回来，这次还能抓2只鸭子来制作成烤鸭。2个孩子在一旁捣玉米，不过这力度并没有多大的作用，他们只能和巧巧一起弄烤鸭。而蜂蛹的制作也非常简单，分成2组，一组用来放进小锅里蒸熟食用，另一组呢就是揪出来的蜂蛹，会用水直接煮熟。随着天色渐渐暗淡下来，可心和小月还得拉牛回家。好在上次买的是小牛，对孩子来说，不温顺的大牛相当恐怖。不过这田里有许多蚂蚱，杰哥已经提前抓进了瓶子，晚上就能炒来下酒。天空也开始下雨，杰哥一帮人估计已经湿透。目前巧巧的饭菜也基本做好了，时间拿捏得刚刚好。杰哥带着大家一起回到了农场。放下一袋袋稻谷，大家准备端菜到桌子上。巧巧炒了一盘蚂蚱，杰哥也跟着在旁边搭把手切鸭肉。雨停了，大家在这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一次艰难的运鸡之旅，杰哥一家人总算拥有碾米机来打米。农场里的水稻还没收割完，杰哥一早就去堵住进水口，减少水轮机的损耗。早上并不用发电。丰收之际，巧巧将玉米堆放整齐，但上次收回来的稻谷也不能这样完事。晾晒是一个很重要的活，捂坏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。而晾晒的地方，两人已经选好了。阳光灿烂的好天气，这种宽敞的地方非常适合用来晾晒。将稻谷全部倒出后，并摊开铺平晒一晒，等买台碾米机就能吃上大米。现在农场已经有了微耕机和脱粒机，而微耕机上的柴油机可以带动碾米机。于是杰哥打算以低廉的价格上街淘一台回来。听闻老方家有一台闲置在家，杰哥立马过来查看。老方说要买的话价格好商量，想要的话底板一并运回去都行。最近手头紧，杰哥最终还是拿下这台机器，接着把生锈的螺母给拧下来。等拆下粘米机真不是开玩笑，底板当然得一起运回去，接着将上面的泥土给掏干净。毕竟这么宽的木板回去还真不好找，锯木头既花时间又花钱，最终机器和厚木板一起捆绑到车上。而拿下这台碾米机折算下来一共花了杰哥300块钱左右。等回到农场，这段路还得巧巧下来帮忙推车，狗子冲在前面，两人一鼓作气直接冲上坡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来了这么久，第一次在这个坡翻车。
几分钟过后，杰哥笑容满面走上来，好在机器没有直接翻下土坎，仔细检查碾米机也没损坏，目前看来只能先卸下来抬上去。摩托车倒是打坏了外壳，只要人没事，啥都不是事。不过这粘米机搬起来还挺重，上面贴着的牌子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中文，中国制造无处不在。不过要想带动碾米机，得靠发动柴油机来提供动力，这不运回来的木板还是很重要的。难就难在回来的路上，螺丝丢了，杰哥只能简单固定一下4个角，巧巧在一旁将表面给擦拭干净，然后再清理里面的一些渣渣，300块钱的东西就固定好了。接着把柴油机的皮带拆下来，杰哥用扳手来辅助拆卸，他连续弄了2次才成功取下来。不过等重新套上皮带的时候，这松垮垮的皮带看来还得移位置。等杰哥3两下移好位置后，他又继续固定一根木头来顶住2端，然后将下面的管子也给接上。为了方便接米，巧巧随即挖了个浅坑来放盆，固定好整个机器。杰哥立马发动柴油机来试试效果。有了碾米机，吃上大米就很快了。俩孩子还没放学回来，夫妻2人下到田里开始收割水稻。这些水稻收割后还要放田里晾晒。而田里的蚂蚱让他们有了新鲜的食材。等到阳光离开农场，孩子们也放学回来，稻谷看起来晒得差不多了。可心和小月随即帮忙一起装稻谷。杰哥则回去开车过来准备托运，等将稻谷全部运回去。300块钱买回来的碾米机，效果如何？就看这次操作。小时候吃上一顿米饭都有点奢侈，一粒粒大米都是父母挑着去晒，等晒干后又挑着去打，排队打完天色已经很晚。那时候还没有电，点着煤油灯，晚上很黑，害怕极了，所以打回来的大米大部分是做成稀饭的形式来吃。至于平时嘛，当然是吃包谷饭了。一次突如其来的伐木之旅，原来夫妻2人想扩宽场地，来搭建棚子存放工具。雾蒙蒙的早晨，巧巧已经起来准备做饭。用碾米机碾米以后，还得用簸箕簸一下才可以用来做饭。这簸真要技术，不会的人一上手，要么扬不起来，要么扬到地上。你要在簸箕打转，还真是个技术活。杰哥也在一旁准备食物喂猪，看这雾气，今天定能阳光明媚，到时候又能晾晒稻谷。杰哥随即又弄了些木薯来搭配。姚司机切木薯非常厉害，这是切来喂猪的，不用戴手套，也可以不洗干净。勤快点的可以先刮掉外皮，奈何讨厌刮木薯，杰哥也只能这样干。巧巧这边米已经淘好，于是他踩着队来捣碎一些玉米粒。每天很难闲下来，农场的事也挺杂，自己制作的队虽然比不过那些高科技，但他只需人力就能操作完成，坏了大不了重建一个，就能正常使用，省钱又方便。随后将捣碎的玉米和木薯倒入大锅中，这样猪食的制作就告一段落。但房屋的空间
始终不能满足农场的需求。夫妻二人开始规划将这里建个棚子，在搭建之前还需将现在的场地扩宽，狭窄的空间还可以用挖出来的泥土回填平整。不知各位看官发现没有，劳动时的女人看起来真美，好好过日子的人干活时不会露肚脐，衣着暴露的男女都很能干，这个家庭幸福美满。把这些泥土挖下去回填，还能平整出宽敞的地基，所以再收集一些石头砌出宝坎，回填上来就十分完美。等收集好石头，杰哥顺着老宝坎砌筑上来，巧巧则用推车运土过来回填。随便堆砌的宝坎强度并不高，但垮下去也丝毫不影响重新砌上来。之前的柱子都是直接立在砖基础上，都没打什么混凝土垫层。而黄角又成功被杰哥吊着的蚂蚱诱惑，等把棚子搭建完，估计杰哥会专心下来掏蜂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宽敞的地基很快就被两人填平。接下来需要收集一些木头，穿过之前捕获豪猪的竹林，他们很快找到了合适的树木。用油锯有点费钱，杰哥还是选用这把电焊小斧头。巧巧在杰哥后侧用尖刀砍树，收集小木头来以便搭建棚顶龙骨。杰哥砍的粗木头用来搭建柱子，这里离农场并不远，下去就是菜地，扛回去也方便。等砍掉树干上的树枝，两人将木头全部拖下菜地，接着各自分一根扛回去。细木头一人一根问题不大。剩下这根粗木头，杰哥还得叫上巧巧一起扛。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平整地基并收集木头。新的一天需要快速搭建出棚子，好在这些木头剥皮起来非常丝滑，用刀弄开一扯就能撕下树皮。也不知杰哥给狗喂了什么，牙缝里的小零食有这么香吗？不管怎样，树皮算是包完了。为了方便连接固定，接着将柱头处理成合适的形状。搭建方式杰哥已经想好，直接和之前的木房连接起来。所以木头他先是弄了个凹槽，这样刚好咬住之前的房梁。另一端得先立好柱子，然后将木头给抬上去，一侧用钉子固定起来。至于柱头的另一边，先不慌，这根木头另一端还得用钉子固定起来。等巧巧将另一根也抬上去之后，三角形十分稳定。原来柱头的处理是为了搭出这个形状。至于靠着仓库的这边，固定一根木头就行，整个框架也就新建一根柱子。虽然搭建龙骨的时候有些摇晃，多年的工地经验已经让杰哥习以为常。搭建完棚子龙骨，两人开始盖瓦。废弃轮胎依然是作为垫片的首选。等杰哥盖完最后一块瓦片，为了方便下来，他只能叫巧巧搬块木板作为辅助。随后两人将地板给打扫干净，以后放些农用工具，就不用怕被雨淋湿。临近孩子放学时间，巧巧随即开车往学校赶，杰哥在家负责放羊，同时晾晒的稻谷也需要人看。等巧巧赶到学校门口，俩孩子随即爬上车。回去的泥路还算宽敞，至于自己开挖的这条山路，虽狭窄，但还能容纳一辆摩托车通过。等杰哥装好稻谷，刚好可以用车拖运上去。好怀念以前放牛的日子，那时候无忧无虑。现在回去放牛还是有可能的，但无忧无虑肯定不可能了。怀念以前，是因为从前有很美好的东西，比如童年梦想和年轻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当然还有拥有着一颗童心的我们。